2003年的秋天，镇上集市发生了一场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事情。李婆婆指着儿媳秀兰，当众怒吼：“你这个破鞋！”她料定秀兰会像以前一样低头认错，谁知道秀兰接下来的一番话，让在场所有人都傻了眼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李婆婆今年62岁，在镇上住了大半辈子，是出了名的厉害角色。她个头虽然不高，但嗓门特别大，走到哪里都能听见她的声音，街坊邻里都叫她李大妈。有什么家长里短的事情，他总是第一个知道。他的儿子马建国在镇上的百货商店当售货员，今年30岁。那个年代，在国营商店工作算是体面活，很多人都羡慕不已。马建国长得一般，但胜在他是肯干，是个值得托付的男人。3年前，马建国娶了个邻镇的姑娘，叫秀兰。秀兰今年26岁，家在山沟里，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。她长得清秀动人，性子温婉，在镇上的纺织厂做女工，厂里的师傅都夸她手艺好，做事认真，是个好姑娘。马建国和秀兰是在朋友介绍下认识的，秀兰的温柔体贴深深打动了马建国，两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。马建国觉得自己找到了理想的妻子，对秀兰关怀备至。秀兰也认为马建国是个可靠的男人，两人感情深厚。但李婆婆从一开始就对秀兰很有意见，一个山沟里出来的丫头能有什么好出身？我们马家在镇上也算有头有脸，怎么娶了个乡下人？李婆婆经常在邻居面前这样说秀兰，她总觉得儿子娶错了人，配不上他们马家的门第。那丫头看着老实，谁知道心里打什么算盘？乡下来的能有什么见识？迟早要给我们家丢脸。李婆婆的话越说越刻薄，听的人都觉得不太合适。王大婶住在李婆婆对门，两家交情不错。她实在听不下去，就劝李婆婆：“李姐，秀兰是个好孩子，你别总找她麻烦。好什么好？你又不知道她的底细。”李婆婆压根听不进去，依然坚持己见。秀兰刚嫁过来时，每天都战战兢兢。她明白婆婆不待见自己，所以事事都小心翼翼。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，给一家人准备早饭。马建国要上班，他会把衣服熨得平平整整。李婆婆虽然嘴上挑剔，但心里还是有些认可的。可这种认可很快就烟消云散了。李婆婆开始挑秀兰做饭的毛病：这菜太咸了，这汤没味道，这肉炖得太烂了。每顿饭都能挑出一堆毛病来。秀兰听了，默默记在心里，下次做饭时会格外注意。可无论她怎么改进，李婆婆总能找到新的问题。秀兰性格温和，说话细声细气，从来不和婆婆争执。她以为只要自己够努力，婆婆终究会接受她。可事实证明，她的想法太天真了。你看她那副装模作样的样子，肯定心里憋着坏水。李婆婆对邻居王大婶说道。王大婶只是笑笑，没有接话。她知道劝也是白劝。其实街坊邻里都能看出来，秀兰是个好媳妇。她每天早出晚归，在纺织厂的活干得很出色。车间主任经常表扬她，说她是厂里最勤奋的工人。回到家还要洗衣做饭，从来没有怨言。连胡同里的老太太们都说秀兰是个贤惠的好姑娘。可李婆婆就是看她不顺眼，总觉得她哪里都不对。我们马家世世代代都是镇上人，
家风清白得很，怎么到了建国这辈就娶了个乡下丫头？这话李婆婆不知道说了多少遍，每次说这话时，秀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她心里虽然难受，但还是忍着不吭声。马建国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他对母亲说：“妈，秀兰挺好的，你别老是挑她毛病。她每天这么辛苦，你应该理解理解她。”可李婆婆根本不听，你就是被她给迷住了，时间长了，你就知道她是什么货色了。对秀兰，马建国又说：“你就忍着点我妈，她年纪大了，脾气就这样，过段时间她适应了，就会好的。”秀兰每次都点头答应，说自己会更加努力，可她心里的委屈却像石头一样越压越重。为什么自己已经很努力了，还是得不到认可呢？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，表面平静，实际上暗潮汹涌。李婆婆对秀兰的不满与日俱增，她开始在外人面前更加肆无忌惮地说秀兰的坏话。我们家那个媳妇啊，天天装出一副乖巧样子，也不知道在娘家时是什么德行。反正我看她就不像个正经人家的孩子。这些话传到秀兰耳里，让她心如刀绞。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够好，是不是真的配不上马建国，是不是真的不该嫁到这个家里。夜深人静时，她经常一个人默默流泪，枕头都被眼泪浸湿了，可她不敢哭出声。马建国有时会问她为什么眼睛红肿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。秀兰总是摇头说没事，说可能是在厂里太累了。她不想让丈夫为难，也不想让家里更加不和睦，可心里的苦楚却像山一样压着她，让她越来越难以承受。春天来了，镇上的桃花开得正艳，街道两旁绿意盎然，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。就在这时，秀兰发现自己有了身孕。她拿着医院的化验单，心情既紧张又兴奋。兴奋的是自己终于要当妈妈了，紧张的是不知道婆婆会怎么反应。她想着，有了孩子，婆婆应该会对她好一些吧，毕竟那是马家的骨血，是家族的延续。马建国知道后，高兴得手舞足蹈，他抱着秀兰转了好几圈，激动地说要当爸爸了。秀兰，太好了，我们要有宝宝了，我要给孩子买最好的奶粉，让他健健康康长大。秀兰看着丈夫开心的样子，心里充满了希望。她觉得有了孩子，这个家庭会变得更加温馨。可李婆婆的反应却让她失望透顶。怀个孩子怀了这么久，也不知道肚子争不争气。李婆婆看着秀兰微微隆起的肚子，语气冷淡：“别人家的媳妇结婚不到1年就有了，她倒好，结婚3年才怀上，也不知道身体有什么问题。”秀兰听了这话，心里凉了半截。她本以为怀孕是件喜事，可在婆婆嘴里却成了她的过错。更让她心寒的是，马建国听了也没有替她辩解，他只是尴尬地笑了笑，然后赶紧岔开话题。秀兰开始明白，无论她做什么都不会得到婆婆的认可。怀孕后，秀兰的妊娠反应很严重，经常恶心呕吐。医生说这是正常现象，让她多休息，不要过度劳累。可李婆婆听了却很不以为然。以前的女人怀孩子哪有这么金贵的？该干活干活，该下地下地，生出来的孩子才健康。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娇气，动不动就说不舒服。秀兰怀孕后反应严重，有时候早上起不来床，她会给车间主任打电话请假，说自己身体不适。主任很理解，让她在家好好休息，不要勉强自己。可李婆婆看在眼里，更加不满了。你看她一怀孕就开始偷懒了，以前装得多勤快，现在真面目露出来了吧？
李婆婆在院子里洗菜，声音故意很大。她知道秀兰在屋里能听见，就是想让她听见。秀兰在屋里听得一清二楚，心里痛苦不堪。她想出去解释，说自己不是偷懒，是真的难受。可想来想去，还是算了，说了也没用，反而会被骂顶嘴。她只能躺在床上，默默忍受着这些冷言冷语。肚子里的宝宝似乎感受到了妈妈的情绪，动得特别厉害。秀兰抚摸着肚子，心里暗暗发誓，孩子，妈妈一定要坚强。马建国有时也会说秀兰几句，他不是有意要责备她，只是觉得妻子确实有些娇气了。别的女人怀孕，还不是该干嘛干嘛？你这样老请假，领导会有意见的。工作来之不易，你要好好珍惜。秀兰听了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她没想到连丈夫都不理解她。她不是不想工作，是真的身体难受的厉害。可看起来没有人愿意相信她的话。她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就像个多余的人，无论她怎么努力，都得不到认可和理解。这种感觉让她感到深深的绝望。邻居们其实都看在眼里，知道秀兰的处境。王大婶有时会趁李婆婆不在时过来看看秀兰，孩子，别往心里去。李婆婆就是嘴毒心不坏，其实她心里不是真的讨厌你，就是习惯了说话难听。等孩子生下来，她肯定会对你好的。秀兰听了，勉强笑了笑，可心里并不这么认为。她觉得婆婆是真的讨厌她，不是嘴毒那么简单。可她还是感谢王大婶的关心，至少还有人理解她。胡同里的其他邻居也都看不下去李婆婆的做法，有人私下议论说，李大妈对儿媳妇太狠了吧，秀兰那孩子多好啊，怎么就看不顺眼呢？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的。可这些议论传到李婆婆耳里，她不但不反省，反而更加恼火。他们懂什么？我是她婆婆，我还不了解她，在外面装得再好，我也看得透她是什么人。李婆婆在外面更是肆无忌惮地说秀兰的坏话。我们家建国娶了个什么东西，天天装病装娇，乡下来的就是不一样，不会过日子，只知道花钱，也不知道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我们马家的种。最后这句话说得特别恶毒，听的人都觉得过分了。可李婆婆说起来毫不在意，好像这样说很正常似的。这些话传到秀兰耳里，让她心如刀割。她没想到婆婆会说出这样的话，连肚子里的孩子都不放过。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该嫁到这个家里，是不是应该趁早离开，不要让孩子也受这样的委屈。夜里，她经常失眠，胡思乱想着这些事情。马建国有时会问她怎么了，为什么总是睡不着。秀兰总是说没事，说可能是怀孕的缘故。她不想告诉丈夫这些话，怕他夹在中间更加为难。可心里的愤怒和委屈却像火一样在燃烧。她知道自己不能一直这样忍下去，总有一天会爆发的。时间到了秋天，天气渐渐转凉，秀兰的肚子也越来越大了，走路都有些吃力。医生说她营养不够，脸色苍白，需要多补充营养，建议她多吃些鸡蛋、排骨这样的滋补食品。秀兰想和丈夫商量一下，买点营养品给孩子补身体。可李婆婆听了，却在一旁冷嘲热讽，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娇贵，怀个孩子要这样那的，以前的女人生孩子哪有这么多讲究，家里又不是开银行的，哪来那么多钱买补品。马建国听了母亲的话，也觉得有道理。秀兰，咱家确实不富裕，能省就省点吧，你平时多吃点好的就行了，不用买那些贵的东西。秀兰听了，心里很失落。她不是要买什么奢侈品，
只是想给孩子补充点营养。可看起来家里人都觉得他是在浪费钱，他最后还是没有买，默默地回了房间。马建国看在眼里，心里也有些不忍。他知道妻子是为了孩子好，可家里确实没有多余的钱。他想着等发了工资，再偷偷给妻子买一些补品。可他还是没有在母亲面前为妻子说话。他觉得母亲说的也有道理，家里确实要节省一些。秀兰的心一点点地凉了下去。他开始明白，在这个家里，他永远都是个外人，不管他做得多好，都不会被真正接受，不管他有什么需要，都会被认为是无理要求。这种认识让他感到深深的绝望，可他还是咬牙坚持着，毕竟肚子里还有孩子。他告诉自己，等孩子出生了，情况会好一些的，等有了孙子，婆婆肯定会对他好一些的。可事情的发展却比他想象的更糟糕。李婆婆不但没有因为秀兰怀孕而对她好一些，反而更加刻薄了。她开始怀疑秀兰肚子里孩子的性别，也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。要是个赔钱货就白费了。我们马家需要的是儿子，不是女儿。要是生个丫头，那就是白养活了，一点用都没有。秀兰听了这话，气得浑身发抖。她没想到婆婆连还没有出生的孩子都要歧视，不管是男孩女孩，都是她的心头肉，都是她的宝贝。可在婆婆眼里，只有男孩才有价值，这让她对这个家庭更加失望了。9月的一个上午，天气特别闷热，秋老虎发威，蝉在树上叫个不停，街上的人都显得烦躁不安。秀兰挺着8个月的大肚子，准备去集市买菜。马建国上班去了，家里只剩下她和婆婆。李婆婆一大早就在找茬，说秀兰这不行那不行。秀兰实在受不了了，决定出去走走。她换了件宽松的孕妇装，拿上菜篮子，准备出门。这么热的天，你还要出去？李婆婆看着她，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嘲讽：“装什么勤快？不就是想出去偷懒吗？”秀兰没有理她，径直走出了门。她觉得出去比在家里受气要好得多。街上确实很热，柏油路都被晒得冒烟。秀兰走得很慢，时不时要停下来休息一下。路上的行人看到她挺着大肚子，都会主动让路。有好心的大娘还会问她需不需要帮忙，这让秀兰心里感到一丝温暖。至少外人对她比家里人要好。集市里人不算多，大部分摊主都在打瞌睡。秀兰慢慢地挑着菜，想着晚上做什么好吃的。她虽然受了很多委屈，但还是尽力把家务做好，这是她的本性，也是她的坚持。买完菜准备回家的时候，她看到了不想看到的一幕。在集市入口的凉棚下，李婆婆正和几个邻居在聊天，他们围坐在小板凳上，手里拿着蒲扇，正聊得热闹。秀兰本想绕开，从另一个出口离开，可李婆婆的声音特别大，她想不听到都难。你们是不知道啊，现在的年轻人怀个孩子就当自己是大小姐了，天天在家里享福，什么活都不干，还要别人伺候。秀兰听到这话，脚步停了下来。她知道婆婆在说她，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旁边的邻居们听了都有些尴尬，大家都知道李婆婆在说谁，也都知道这样说不太合适。王大婶想要打圆场，理解秀兰怀孩子不容易，你就别说她了。可李婆婆根本不听，我说的是实话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她以为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，不就是想偷懒吗？秀兰站在不远处，听着婆婆的话，心里像刀割一样痛。她想走开，可腿像灌了铅一样，迈不动步。她没想到婆婆会在这么多人面前说她的坏话，
这些人以后看到他会怎么想他呢？周围的人开始注意到秀兰了，有人小声说：“秀兰来了。”李婆婆回头看到秀兰，不但没有收敛，反而声音更大了。她觉得这是个好机会，可以当着众人的面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听话的儿媳。哟，这不是我们家的小公主吗？李婆婆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讽刺和恶意。大热天的还知道出来，我还以为你要在家里躺一整天呢。秀兰听了，脸瞬间涨得通红，她硬着头皮走过去，轻声叫了一声“妈”。可李婆婆看都没看她，继续对邻居们说话：“你们是不知道啊，有些人怀个孩子就开始装病装娇，天天说这疼那疼的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以前的女人生孩子还不是该干活干活，该下地下地，哪有现在这么娇气的？”秀兰站在一旁，感觉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看着她，有同情的，有好奇的，也有看热闹的。她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可这里是大庭广众，她只能站在那里承受着这样的羞辱。李婆婆看她没走，心里更加得意了。她觉得秀兰就是个软柿子，随便她怎么欺负都不敢反抗。还有啊，有些人总说自己累，其实就是偷懒。别的孕妇还不是照样上班，照样干活，就她矫情，动不动就请假，也不怕领导有意见。这话说得更重了，周围的人都觉得有些过分，可谁也不敢劝，怕惹火烧身。秀兰的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，她从来没有想过会在这么多人面前被这样羞辱，特别是自己的婆婆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可她还是忍着，没有说话。她想着肚子里的孩子，不能情绪激动。周围的人越聚越多，大家都在看这场好戏。有人开始指指点点，小声议论着什么。李大妈说话太重了吧？秀兰看起来挺老实的，应该没有那么坏。婆媳之间的事，外人也不好说什么。李婆婆听到这些议论，不但没有收敛，反而更加兴奋了。她觉得这些人都在关注她，都在听她说话，这让她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优越感。我跟你们说，有些人表面上装得很好，可私底下是什么样子，只有家里人清楚。反正我是看透了，乡下来的就是乡下来的，永远上不了台面。这句话深深刺痛了秀兰。她虽然是乡下来的，可她真心实意的想要融入这个家庭，她努力的做好每一件事，希望能得到认可。可在婆婆眼里，她永远都是个下等人。秀兰的身体开始颤抖，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委屈的。她觉得自己快要支撑不住了，可李婆婆还在继续说着恶毒的话。还有啊，有些人以为嫁到我们家就高攀了，其实在娘家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德行。这句话更加恶毒，直接攻击了秀兰的出身。秀兰的父母虽然是农民，但都是本分人，从来没有做过亏心事。李婆婆明知道这一点，却偏偏要这样伤害她。秀兰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，可她还是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哭着。她不想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，更不想和婆婆争吵。李婆婆看到她哭了，不但没有收手，反而更加过分了。她觉得这是自己占上风的表现。哭什么哭？做了亏心事才会哭，清白的人用得着哭吗？我看他就是心里有鬼，所以才受不了别人说他。这话说得更加恶毒，围观的人都觉得太过分了，可还是没有人敢站出来为秀兰说话。大家都怕得罪李婆婆这个地头蛇。秀兰的身体颤抖得更厉害了，她觉得自己快要站不住了，手紧紧地扶着旁边的柱子，肚子里的孩子也好像感受到了危险，开始剧烈的踢动。李婆婆说出了最恶毒的话，她站起身来，指着秀兰，声音特别大：“你这个破鞋，
当初不知道跟多少男人好过，现在装什么清纯？这句话就像一道闪电，劈在了所有人的头上。整个集市入口都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李婆婆。大家都没想到她会说出这样的话，周围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觉得这话说得太狠了。秀兰整个人都呆住了，她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人这样污蔑她，特别是自己的婆婆，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她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。李婆婆看到秀兰的表情，心里特别得意，她觉得自己终于出了口恶气，把这个不听话的儿媳妇狠狠教训了一顿。怎么样，被我说中了吧？还有脸在这里装可怜？我看你就是不要脸，像你这样的人就不应该嫁到我们马家来。周围的人开始小声议论起来，声音越来越大。李大妈这话说得太重了，就算有什么矛盾，也不能这样骂人啊。秀兰看起来不像是那种人，肯定是有什么误会，婆媳关系难处，可也不能这样啊。可也有人说，肯定是有什么内情，不然不会这样说。看秀兰的反应，说不定真有什么问题。秀兰听着这些议论声，心如刀割。她知道从今以后，她在这些人心中的形象完全毁了。不管真相如何，流言蜚语已经传开了。她觉得自己在这个镇上再也抬不起头来了。可李婆婆还在继续说着恶毒的话，反正我话就放在这里了，像她这样的人就不配进我们马家的门。我们马家要的是清白的媳妇，不是这种货色。秀兰的手摸着肚子，想着里面的孩子，孩子将来出生后会不会也被人指指点点，会不会有人说她妈妈是个破鞋。想到这里，她的心更加绝望了。她觉得自己不能让孩子承受这样的羞辱，不能让孩子一出生就背负着这样的骂名。李婆婆看她还是不说话，更加嚣张了。她觉得秀兰就是个软柿子，随便她怎么欺负都不敢反抗。有些人啊，就是脸皮厚，被人这么说了还不走。要是我，早就没脸见人了。可她倒好，还有脸站在这里听着。秀兰的眼泪流得更厉害了，可她的眼神却慢慢变得不一样了。那里面不再只有委屈和绝望，开始有了一种别的东西，一种坚决的、不再忍让的东西。李婆婆还在得意地说着，反正我今天就把话说清楚了，她这样的人，我是绝对不会承认的。我们马家的脸都被她丢尽了。秀兰慢慢抬起头，看着李婆婆，她的眼神很平静，平静的有些可怕。李婆婆被她这样看着，心里突然有些不舒服，可她还是硬着头皮继续说：“看什么看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就你这样的，还想在我们家待下去？”秀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她擦干眼泪，声音虽然颤抖，却异常清晰：“李阿姨，您说的对。”这句话让李婆婆一愣，她没想到秀兰会这样回答，以为她终于要认输了。周围的人也都安静下来，想听秀兰接下来会说什么。大家都以为她要道歉或者求饶。秀兰继续说道：“我确实是个乡下来的女人，我也确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出身。我的父母确实是农民，我确实是个山沟里的孩子。”李婆婆听了，心里更加得意。她觉得秀兰终于承认了自己的低贱出身，这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胜利感。可秀兰接下来的话却让她完全没有想到。但是您知道吗？秀兰的声音突然变得洪亮起来，让在场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我父母虽然是农民，但他们从来没有教过我说谎，他们从来没有教过我欺负弱小，他们从来没有教过我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别人。这话一出，李婆婆的脸色瞬间变了。她没想到一向温顺的秀兰竟然会这样反击。秀兰继续说道：“
您说我是破鞋，那我问您，我跟谁好过？您说我心里有鬼，那我问您，我做过什么亏心事？您说我配不上马家，那我问您，马家到底有什么了不起？每一句话都像利剑一样，直刺李婆婆的心脏。周围的人都惊呆了，没想到平时温和的秀兰会说出这样的话。秀兰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情绪越来越激动。您知道吗？我嫁到您家3年来，从来没有一天好日子过。我每天起早贪黑，伺候全家老小，可您一句好话都没有说过。我生病了，您说我装病；我请假了，您说我偷懒。现在我怀了您的孙子，您还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我。李婆婆被说得哑口无言，脸色青一阵白一阵。她没想到平时不吭声的秀兰竟然积攒了这么多怨气，更没想到她会在这么多人面前爆发出来。秀兰擦了擦眼泪，继续说道：“您说我是乡下来的，没错，我确实是乡下来的。但乡下人怎么了？乡下人就活该被人看不起吗？您知道我父母是怎么把我养大的吗？他们省吃俭用，砸锅卖铁，就是为了让我能嫁个好人家。他们临死前还嘱咐我要好好孝敬公婆，好好过日子。可您呢？您是怎么对我的？”这番话说的在场所有人都动容了，连一些原本站在李婆婆那边的人也开始同情起秀兰来。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个女人心中积攒的委屈和愤怒。秀兰的声音哽咽了，但还是坚持说下去：“您嫌我配不上您的儿子，可我问您，您的儿子哪里好了？他工资不高，长得不帅，除了老实还有什么？我嫁给他是看中他的人品，不是看中您家的门第。可现在我才知道，连他也不站在我这边。”李婆婆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秀兰大骂：“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，竟敢这样说我儿子！你就是个野丫头，没教养的东西！”可秀兰已经豁出去了，她大声回应道：“您说我没教养，那您的教养在哪里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骂自己的儿媳妇，这就是您的教养？污蔑一个清白女人，这就是您的品德？您才是真正没教养的人！”这话一出，全场哗然，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秀兰，没想到她会说出这样的话。李婆婆更是气得说不出话来，胸口起伏不定。秀兰看着李婆婆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：“李阿姨，我告诉您，我秀兰虽然是乡下来的，但我有骨气。您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我，那我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告诉您。”秀兰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说出了让所有人都愣住的话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也不会忍受您的任何羞辱。这个家我可以不要，这个婚我也可以不结，但我的清白和尊严，任何人都不能践踏，包括您。”这番话如同炸雷一般，在人群中炸开，所有人都傻眼了，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。李婆婆更是被震得说不出话来，她从来没想过秀兰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一个一直隐忍的女人，一旦爆发起来，竟然有如此惊人的力量。秀兰说完这番话，挺着大肚子，昂首挺胸地走出了人群，留下一群目瞪口呆的人，还有一个气得快要晕过去的李婆婆。秀兰的话像一颗重磅炸弹，在整个镇上炸开了。不到半天时间，这件事就传遍了大街小巷。有人说秀兰做得对，早就该反击了；有人说她太过分，不应该这样顶撞长辈。但更多的人都被她的勇气震撼了。没想到平时那么温和的秀兰，说起话来这么有力量。李大妈这次是踢到铁板了，以后还敢不敢欺负儿媳妇？这下好了，马建国夹在中间，更难做人了。马建国下班回家时，整个胡同的人都在看着他，有同情的，
有好奇的，也有幸灾乐祸的。他推开家门，发现母亲坐在院子里，脸色铁青。秀兰则在房间里收拾东西，一言不发。妈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马建国小心翼翼地问道。李婆婆一看到儿子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建国啊，你看看你娶的这是什么人？他今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羞辱我，说我没教养。我这把年纪了，还要受他一个小丫头的气。马建国听了，赶紧安慰母亲：妈，您别生气，我去问问秀兰到底怎么回事。他走进房间，看到秀兰正在整理衣服。秀兰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邻居们都在议论。秀兰头也不抬，淡淡地说：你去问你妈吧，她会告诉你的。我只是把她今天说的话如实还给她而已。马建国看着妻子冷漠的表情，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秀兰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不应该和我妈顶嘴。她年纪大了，你就让着点不行吗？秀兰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看着丈夫。马建国，你知道你妈今天说我什么吗？她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骂我是破鞋，说我跟别的男人好过，说我心里有鬼。这些话你觉得我应该忍吗？马建国听了，脸色一下子变了。他没想到母亲会说出这样的话，骂他可能是一时气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气话？秀兰苦笑了一声。3年来，他哪一天不是在说气话？我忍了3年，以为会有好转，可他越来越过分。马建国，我问你，在你心里，我到底算什么？马建国被问得哑口无言。他知道母亲对妻子不好，但总觉得那是婆媳之间的小矛盾。他从来没有想过事情会严重到这种程度。秀兰，我知道我妈有时候说话重了点，但她毕竟是我妈，我不能不孝顺她。你就再忍忍，等孩子生下来，情况会好的。秀兰听了这话，彻底死了心。她明白了，在丈夫心里，她永远比不上她的母亲。不管她受多大的委屈，她都会让她忍耐。马建国，我累了。秀兰坐在床边，声音很轻很轻。我真的累了。3年来，我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，伺候你，伺候你妈，干家务，上班。可我得到了什么？得到的只有无尽的指责和羞辱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我在这个家里就是个外人，永远都是外人。马建国看着妻子疲惫的样子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知道这些年妻子确实辛苦了，可他夹在中间也很为难。秀兰，你别这样说，你是我妻子，当然是我们家的人。等孩子生下来，有了下一代，妈肯定会改变的。秀兰摇了摇头，不会的，永远不会的。在她心里，我就是个配不上你们马家的乡下人。就算我生10个孩子，他也不会改变对我的看法。马建国，我想回娘家住一段时间。这话一出，马建国急了：你现在肚子这么大，怎么能回娘家？而且你爸妈都去世了，你回哪里？秀兰的眼泪又流了下来。是啊，我爸妈都去世了，我真的是无家可归了。可留在这里，我更痛苦。我宁愿一个人带着孩子，也不想再受这样的羞辱。马建国看着妻子决绝的表情，慌了。他知道，如果妻子真的离开，这个家就彻底散了。秀兰，你别冲动，为了孩子，你也要考虑考虑。我会跟我妈好好谈谈，让她以后对你好一点。秀兰看着丈夫，眼中满是失望。马建国，这样的话你说了多少次了？可每次都是我在让步，我在忍耐，你从来没有真正为我做过什么。今天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羞辱我，你在哪里？如果不是我自己反击，我就要被他的口水淹死了。马建国被说得无言以对，他确实从来没有在母亲面前为妻子说过话。
总是觉得家和万事兴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就行了。可他没想到，妻子心里积攒了这么多怨气。外面传来了李婆婆的声音：“建国，你跟她说清楚，要么她给我道歉，要么就从我们家滚出去。我李家的门第，容不下这样的媳妇。”秀兰听了这话，苦笑了一声：“你听到了吗？这就是你妈的态度。她要我道歉，凭什么？是她先羞辱我的，为什么要我道歉？”马建国走出房间，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您就别说了，秀兰现在怀着孩子，您就让着她点。”李婆婆一听这话，更加生气了：“让着她？凭什么让着她？她一个乡下来的丫头，有什么资格让我让着？今天她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我丢脸，这事没完。要么她给我跪下道歉，要么就滚出我们家。”秀兰在房间里听得一清二楚，她知道这就是李婆婆的真面目，永远高高在上，永远觉得自己有理，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。她下定了决心。秀兰走出房间，看着李婆婆，声音很平静：“李阿姨，您说的对，我们确实不合适，这个家我不带了，这个婚我也不结了。”说完，他转身回房间，继续收拾东西。马建国急了，拉住妻子：“秀兰，你别冲动，我们有话好好说。”秀兰甩开他的手：“没什么好说的了，3年来我已经说的够多了，可有用吗？与其继续受这样的屈辱，不如一走了之。”李婆婆在一旁冷笑：“走？她能走到哪里去？一个大肚子的女人，能有什么出路？到时候还不是要灰溜溜的回来求我们？”秀兰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看着李婆婆：“李阿姨，您放心，我就算是死在外面，也不会再回来求您。我宁愿自己一个人把孩子养大，也不愿意让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，让他从小就看着奶奶羞辱妈妈，让他以为这是正常的。”这话说的李婆婆哑口无言。她没想到秀兰会这么决绝，马建国更是慌了神：“秀兰，你考虑清楚，你现在怀着孩子，一个人怎么生活？”秀兰转身看着丈夫：“马建国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在你心里，是我重要，还是你妈重要？”马建国被问的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他既不想失去妻子，又不能不孝顺母亲。这种为难让她痛苦不堪。秀兰看着丈夫纠结的表情，心彻底凉了。“我明白了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但很坚定。“马建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此别过。你好好孝顺你妈吧，我不会再阻碍你们母子的感情了。”说完，她拎起简单的行李，向门外走去。马建国想要拉住她，却被母亲拦住了。“让她走，走了正好，我们马家不需要这样的媳妇。”秀兰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这个住了3年的家，她的眼中没有留恋，只有解脱。秀兰离开后，马建国整个人都懵了，他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。妻子真的离开了，带着他们的孩子。李婆婆看着儿子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心里也有些后悔，但她嘴硬，还是说：“走了就走了，有什么好难过的？这样的女人留着也是祸害。你还年轻，可以再找一个更好的。”可马建国心里清楚，他爱的是秀兰，没有秀兰，这个家还有什么意思？几天后，邻居们开始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李婆婆太过分了，把好好的一个家给拆散了。有人说秀兰太冲动了，为了一时之气毁了自己的婚姻。王大婶找到李婆婆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李姐，你这样做值得吗？秀兰是个好孩子，你把她逼走了，建国会恨你一辈子的。”李婆婆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心里也开始后悔了。她没想到秀兰会这么决绝，说走就走，更没想到儿子会因此对他有意见。马建国每天下班回家，
看着空荡荡的房子，心里空落落的。他开始怀念秀兰做的饭菜，怀念她温柔的笑容。可他又不知道秀兰去了哪里，怎么找她。半个月后，有人在县城看到了秀兰，她在一家小餐馆里当服务员，肚子已经很大了，但还在坚持工作。马建国听说后，立刻骑着自行车赶到县城。他在餐馆里找到了秀兰，看到她憔悴的样子，他心如刀割。秀兰，你跟我回家吧，孩子快出生了，你一个人怎么办？秀兰看着他，眼中没有任何波澜。马建国，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回去好好照顾你妈吧，她需要你，我不需要。马建国急了，秀兰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会跟我妈说清楚，让她向你道歉。你跟我回去吧，我们重新开始。秀兰摇了摇头。马建国，有些话说出去了，就收不回来了，有些伤害造成了，就无法愈合了，我们回不去了。马建国跪在秀兰面前，秀兰，求你了，为了孩子，你跟我回去吧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让你受委屈。秀兰看着跪在地上的丈夫，心里很痛。她曾经那么爱这个男人，可现在一切都回不去了。马建国，你起来吧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要一个人把孩子养大。你们马家有你们的骄傲，我也有我的尊严，我不会再回去受那样的屈辱了。1个月后，秀兰在县城的医院里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。她看着襁褓中的孩子，眼中满是温柔和坚定。孩子，妈妈会给你一个有尊严的生活，虽然我们只有母子2人，但我们会过得很好。马建国知道消息后，带着母亲赶到医院。李婆婆看着孙子，眼中满是喜爱。秀兰，孩子这么可爱，你跟我们回去吧，我以前说话重了点，我向你道歉。这是李婆婆第1次向秀兰道歉，可已经太晚了。秀兰抱着孩子，声音很平静，李阿姨，谢谢您的道歉，但我们真的回不去了。我会让孩子知道他有个奶奶，有个爸爸，但我不会回到那个家。马建国眼含热泪，秀兰，你真的不愿意原谅我们吗？秀兰看着他，眼中有不舍，但更多的是坚定。马建国，这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，是信任的问题，是尊严的问题。那天在集市上发生的事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你妈羞辱我的那些话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而你的沉默，我更不会忘记。一个连自己妻子都保护不了的男人，我还能指望什么？马建国被说得无地自容，他知道是自己的懦弱毁了这个家。从那以后，秀兰在县城安了家，她靠着自己的双手，把儿子养得健健康康。虽然生活艰难，但她过得很有尊严。马建国经常来看孩子，每次都想劝秀兰回去，但秀兰始终没有松口。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道理：一个女人可以没有丈夫，可以没有家庭，但不能没有尊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